大家好，我是韩剧 TV， 今天我们一起看《不可杀》第3季。火追寻了600年的仇人，此刻只有一门之隔。紧粗的敲门声勾起门里湘云痛苦的回忆。等火破坏了门锁进入，地上只有早年留下的斑驳血迹，却不见湘云的人影。他触碰血液，看见了15年前那场惨烈的屠杀。再往里是墙上留下的一个通往隔壁的洞。火下楼追寻，撞到了巡警，巡警要他出示证件。看起来年轻的火，但证件上显示60岁。巡警请求总部协助身份查询，一抬头发现火不见了。火追到楼下，和打车经过的湘云错过。湘云逃回家心有余悸，给妹妹10号打电话，叮嘱她赶快回家。但10号表示要和男友约会，不愿早早回家。10号从小就觉得是湘云把灾祸带回家的，所以对姐姐比较叛逆。湘云记得双言说过，杀死他的剑可以杀死不可杀，并说只要自己看见就会明白。所以这些年只要古董店进货，他就会提前去向老板确认一下。但这些年也没有遇到有感觉的那把剑。突然他感觉到鬼怪的转世在附近，靠近巷子，一招请君入瓮将他锁了起来。发现这人是15年前的客运司机，一问才知道，除了这人，还有更多人在追逐着他的魂。我一个人找湘云，好比大海捞针。他请了些私家侦探帮自己，但他们也没有任何头绪。我望着画像上的女人，想起自己600年前的誓言，他要将那个女人变成不可杀，然后将她埋在坑底，让她时时刻刻处于黑暗和绝望中，以此来告慰妻儿在天之灵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在追杀转世的鬼怪。这个转世的鬼怪不仅想得到湘云的魂，还在残害无辜的小孩子。黄毛发现同为福利院的小妹妹上他的车不见之后，前来向他寻仇，但被打晕，装进了后备箱。火追了过来，打晕他，绑到了湘云的老家，质问他有没有见过湘云，或者闻到湘云的味道。鬼怪瞥向了那个洞，火在洞口发现了女孩遗落的红头绳，一问便知女孩在洗衣房工作。那只鬼怪突然偷袭一刀捅伤火，火捏断了鬼怪的手腕，顶着伤口和血迹去见巨侦探。巨侦探细思极恐，他替火找人15年，每次他找到的人最后都会失踪，况且这人居然一点都不会变老。但这所有的疑惑都被火用金条堵回去了。他追问火为何要追寻这个女人，火回答说为了向妻儿赎罪。得到丰厚委托费的巨侦探打电话找全刑警帮忙，全刑警恰好是15年前负责湘云一家被残害的刑警。湘云颤抖着说不可杀追来了，这让全刑警想起自己小时候遇害的妹妹，她也是惨遭不可杀迫害的。现在一看照片上的女人明显是湘云，于是逼问巨侦探委托人的身份，但巨侦探出于职业操守并没有告诉他。火开着鬼怪的车回家，捂着伤口等待愈合。他想起妻儿和老将军的音容笑貌，突然后备箱响了一下，火打开后备箱，发现了被打昏的黄毛。惊魂未定的黄毛突然蹦起，在火刚好的伤口上又是一刀。火捂着伤口默默离开，黄毛良心过意不去，追上去询问。巨侦探来电话说查到了几处洗衣房，但确认还需要几天。我等不及了，决定亲自去查，然后顶着滋血的伤口，不顾黄毛的阻拦离开。我一路排查到湘云的上班地点，但老板说湘云下班已经走了。实际上湘云代替受伤的同事在值班。我要到了湘云的地址后离开，正当他们再一次擦肩而过时，湘云不小心弄倒了垫子。我没认出穿着防护服的湘云，下车帮他把垫子抬进工厂。湘云送了火一瓶饮料表示感谢。他发现了火的伤口，想帮他处理，但火忙着去确认地址，慌忙离开。半路突然想起那个值班人员手腕上也带着红头绳。这时忙完的湘云发现客运司机闻着味儿追来了，湘云被他推倒在地，客运司机一刀刺来。湘云突然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，等反应过来，发现自己打伤了客运司机。客运司机一刀刺来，赶回来的火伸手挡住，然后反手拧断了客运司机的一只胳膊。客运司机慌忙逃走，火正打算追上去，却被湘云拦住了。火怔怔地看着他，追寻600年的仇人近在眼前。湘云用沾着血液的手摸上了火脸上的伤，火看到了湘云的过去。此时妹妹10号赶来，火发现10号竟然和他的妻子是一样的面孔，前世的仇人今生和妻子做姐妹。我能否狠下心向湘云复仇？关注我，带你下期揭晓。